我们所看到的摇滚历史事件，有多少是被设计出来的，或者为了卖钱，或者为了煽动，而下面这些本不该被遗忘的片段，才是中国摇滚的真正模样。6. 2004五月天在无名高地。真正冲击中国摇滚的，不仅是大陆摇滚内部的迭代和大陆流行音乐的风云变幻，还有我们两岸三地的同胞们。中国摇滚在香港的成功，几乎让人忘记了1988年 Beyond 也来过北京，但海峡对岸带来的冲击，我们似乎也没有认真审视过。虽然当时大陆摇滚的兴盛，少不了台湾同胞的助力，魔岩三杰本身就是在台湾滚石扩展疆域的产物。那时说起中国摇滚，还是围绕着北京。2004年，五月天开始进军内地，第一场是在无名高地，和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 Joyside 同台，学生票只需20元，观众也就30来人。后来他们还游走了北京的更多 Live House 以及高校。五月天带来的音乐不太一样，他们号称是摇滚的信徒，却散发了更偏向流行的味道。其实同一时期的花儿乐队、青蛙乐队和某些英伦乐队走的也是类似的路子，只不过五月天更为彻底和成功。2005年3月20日，五月天在第5届光线音乐风云榜上拿下最佳摇滚乐队和专辑，再加上南拳妈妈等人的获奖。这一天被乐评人王晓峰称为摇滚耻辱日，但这种压制的状态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解除，包括接棒五月天的苏打绿都在被以伪摇身份议论的同时，真真切切产生了影响。一直到新晋大火的草东没有派队自行冠上台湾万青的称号时，我们才发现大陆和台湾的摇滚交流中渐渐找回了些平衡。2006窦唯烧车，王菲每一次登上头条，必然会有窦唯出现，作为王菲前夫，甚至当窦唯未经打点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也要被调侃良久。但是窦唯从来无动于衷，因为他早已经用自己的极端方式反抗，从那之后彻底失语。2006年，从没有采访过窦唯的卓伟编造了不少关于窦唯的娱乐新闻，触怒了窦唯。窦唯去卓伟当时供职的《新京报》砸了东西，在没见到想见的人之后，从容地烧了一辆报社门口的汽车。关于这从容的细节，有这样的记述：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矿泉水瓶，很从容地拧开瓶盖，直接把里面的液体泼向北京某著名报社门口的一辆白色丰田威驰汽车，然后他后退几步，向车身扔去一个烟头。等待几分钟后，窦唯看没有动静，又走近前去，用打火机点燃。他先是在该报社门口两手垂立站了一会儿，看大家扑火，然后看火熄了，就回身坐在门口一个竹椅上，戴上耳机开始听音乐，手上还拿出一份 A4 纸大小的薄薄的几张纸在阅读，脸上神情从容淡定，令人称奇。那时的窦唯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处在极度弱势的音乐人，用自己的方式来维权。稍微精明一点的人断不会有如此举动，如前一阵状告卓伟侵犯名誉权以败诉告终的汪峰。曾经辉煌过的那代摇滚人，终于在自己和媒体的共同嘲弄之下悄然消失。直白的激情终究抵不过复杂的时事。当时是所谓的摇滚20年，和窦唯同时的那些摇滚老炮，虽然一直唱到了30年，依旧充满情怀，但却没有窦唯这把火烧得漂亮。2010汪峰旭日阳刚同台，汪峰的成功，旭日阳刚这把火绝对少不了。但在旭日阳刚登上春晚前，还是汪峰以引导者的身份，先让他们登上了摇滚拼盘演唱会的舞台。如果后来没有那届春晚，也许故事就到此结束了，也算是个不错的故事，只是可能没那么多人知道。2010年，旭日阳刚翻唱歌曲《春天里》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以2个农民工的身份翻唱火了这首汪峰的新歌。后来在11月的上海怒放演唱会上，汪峰把当时还没火起来的旭日阳刚请上舞台，同唱《春天里》。这本来可以是段佳话，但是旭日阳刚一路从当年的星光大道亚军走上了春晚舞台，
恰好应和当时对农民工群体的讨论，名声大振。从主流意义上来说，在一时的盛名中，甚至超过汪峰。毕竟中国人不习惯寻找原唱作者，但汪峰也更明确了自己励志摇滚的方向，成功地开了巡回演唱会，并在这个方向上走下去，和主流友好下去。后来就是旭日阳刚过度使用汪峰的歌，最终法庭相见。后来汪峰自己也上了春晚，在2013年献唱了，准确地说是下跪假唱了《我爱你中国》。2014 Gala 元宵假唱，带有地下边缘色彩的摇滚，正在更多的和主流发生这关系。从默默无名到小众英雄，再到站位奇怪的正能量歌手，到在没有打动乐坛的作品，成为几支冒出头来的主要乐队的一致晋升途径。Gala 似乎是最严重的一支，他们和逃跑计划、痛仰这些功力更深、更有故事的乐队还不一样，他们更容易被遗忘。Gala 在2014年元宵登上央视，这件事本身没有污点，虽然是作为和汪峰一样的正能量形象，但关键是 Gala 假唱了一个以主唱破音为荣的乐队，一个以反复强调摇滚态度为自豪的乐队，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打脸，加上粉丝群体也在向低龄化扩展， Gala 名气是大了，在曾经甘心耕耘的摇滚圈却失去了更多。跟后来者相比，2014年的除夕晚会其实很良心，作为导演的冯小刚还试图邀请崔健上台，虽然崔健被央视封杀已经不再是秘密。不过15天后的元宵晚会换了导演吕一涛，吕一涛执掌的晚会上，崔健力捧的谭维维带着华阴老腔艺人们上台假唱，这或许是温和派想看到的摇滚和谐发展结果，但热闹得令人尴尬。2016研讨会和汇报演出，2016年某月某日开研讨会，成立学会，举办演唱会，虽然最近经常提到，但这件事并没什么成为中国摇滚里程碑的机会，或以任何一种形式被人们纪念的价值。虽然是官方的摇滚学会，虽然有摇滚30年的名头，但在许多人眼里，只是官方和资本合作的一场闹剧。最后能够留下来的，恐怕只有这张图片本身了。但和前面9件事一样，如果要捋顺中国摇滚的脉络，这件事也不应该被遗忘。虽然没有正面意义，也不见得有负面效果，但在这个节点上，见证了被招安的老炮们怎样继续号着中国摇滚的招牌。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优秀音乐在生长着，像当初这些老炮们一样充满希望，也像当初这些老炮们一样不入主流法眼。也有更多听众在等待着，他们听过中国摇滚从呼啸而至到日渐衰颓，也听过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声音，用自己的力量支持着一个共同的未来。30而立，期望没有下一个轮回。